共大动作报复日本，或引发多重反作用。九评发表21周年，10名退党人数上升。三大压力齐降，中国银行业隐性债务风险升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镜闻。美国目前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一套价值7亿美元的先进导弹系统。根据五角大楼官网公布的合同显示，这项价值6亿9894万8760美元的固定总价采购合同，11月17号已授予美国军工巨头雷神公司，预计相关工作将于2031年2月完成。这次出售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是一款中程防空武器，已在乌克兰战场上经过实战验证，可拦截来袭军机、无人机及巡航导弹，并具备一定的短程弹道导弹拦截能力。这个系统将成为台湾未来防御的一大核心。这是美国在1周内宣布的第2笔对台军售方案，2次军售总额已经达到10亿美元。美方重申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11月13号，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3.3亿美元的战斗机及其他飞机零部件。这是川普重返白宫后首次公布对台军售。台北对军售案表示诚挚感谢，北京则对美国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共今年8月在山东临沂市牟阴县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当地10多名学员在同一天被警察入室绑架，其中多数学员是70多岁的老人。据民汇网11月20号报道，8月20号，大约20-30名中共警察分组行动，对事先通过手机跟踪定位的10多名学员实施绑架。这些警察拿着要抓捕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身着便衣入室绑架时，没有出示搜查证，也没有打开执法记录仪，进屋就翻箱倒柜的搜，抄走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报道说，这次绑架行动由山东省级公安单位直接部署，但为了避免被追责，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多是从外地调遣的。被绑架的学员基本都是被勒索1万元所谓的保证金后取保候审放回，但抄家抢劫的物品都没有归还。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的言论，中共从外交羞辱、经济报复到军事挑衅全面上阵，但这不但没让日本退缩，反而激起日本朝野的愤慨。专家指出，中共是典型的自损式贺阻，会引发多重反作用。高市早苗在11月7日国会答询中表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中共驻大阪总领事薛健8日公开发表斩首言论，随后中共又祭出一连串的报复措施，包括党媒央视在新闻联播中用3分钟篇幅恐吓高市早苗，收紧赴日旅游限制，撤下日本电影，派遣海警船在钓鱼岛挑衅，并在黄海展开2轮实弹演习等。此外，在外交场合、舆论战与经济层面同步加大施压力度。中共最新的动作是在11月19日，以福岛核处理水监控不足为由，宣布停止进口日本水产。此外，原定11月20日停靠日本宫古岛的中国邮轮无预警取消上岸，直接返回厦门，令数千名中国游客傻眼。专家认为，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言论让中共恼羞成怒，所以做出一连串的离谱动作。高市早苗把日本人的最内心深处的原来所谓的战略模糊啊这些状态呢，现在把它挑明了，让中共就特别没面子啦，就让他如芒在背呀，要对高市早苗进行人身攻击，要对日本整个国家进行教训。虽然中共在国内营造日本屈服的虚假宣传，不过日本并没有退让，而是重申不会撤回言论，政府也没有改变一贯立场。不但高市早苗没有退让，日本的国会没有退让，连日本的民众看到中国这样的张狂跋扈，看到中国这么咄咄逼人，这样一种霸凌的恶霸的形象，反而呢激起了全日本人上上下下同仇敌忾，
也让日本和台湾的朝野人士也是高度的团结起来，变成一种共同对敌的状态。这种反效果也反映在民调上。在日本媒体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维持着历代内阁中罕见的高支持率。学者强调，中共强硬施压可能会进一步激化日本国民的反共情绪。中共对日本的强硬施压是一种典型的自损式吓阻，它可能不但没有办法使日本屈服，反而会加速日本军事化跟外交自主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高市早苗等这种鹰派政治人物的主张会被视为是维护国家尊严的表现，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公众和自民党内的支持。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教授孙国祥分析，中共自损式吓阻的另一重反作用是让亚洲国家更加靠拢彼此，形成对中共的围堵态势。中共对日本强硬，也就是向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发出明确的信号，不要在所谓台湾问题上越过红线，或试图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这种霸凌式的外交只会加深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跟警惕，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寻求平衡。随着中共的不断施压，学者认为周边国家将更清楚地意识到，仅靠经济合作无法确保安全，反而会将安全筹码压在与美国和盟友的合作上。中共的羞辱姿态呢，反而替高市首相与日本保守派呢提供中共不可对话、只能防范的一个最佳例证，来进一步呢巩固扩军强化与美日同盟与深化台日合作的社会共识印太战略智库特别顾问、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更深层的结果是，中日关系紧张也使得日本企业加速撤离中国，区域供应链更加去中国化。同时，中国威胁呢也提高了让台海议题在国安框架中更形重要，因此呢，美日台三方的合作呢更加紧密所以总的来看，中共的战狼外交呢再次的自我伤害中共想展现强势，反而推动日本更右倾、更亲美、更挺台也让东北亚的一个局势呢更快速的走向新冷战的格局。11月18日，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也表示，美国与盟友日本同一战线，反对中方企图进行的胁迫和恐吓。今年的11月19号是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21周年，九评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三退大潮。截止到19号，全球三退的总人数接近4.55亿。今年在退党中心用10名办理退党的人数，同比增长了32.2%。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21周年之际，全球退党中心在11月16日举行环纽约车游庆祝。2004年的11月19日起，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给为祸人间1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盖棺论定。之后在2005年初，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指出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声明呼吁所有参加过共产党及其组织的人赶快退出。九评共产党问世，他用详实的历史或事实，一针见血的分析，深刻而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罪恶历史以及邪恶本质，引发了全球华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大潮。在天灭中共之前，退出了中共这个邪教，那么天灭中共的大灾大难中，你就不会为中共这个邪教陪葬。第二，在人类清算中共罪恶的时候，你也可能就不会受到牵连，给自己或家人赢得了一个光明的前程。截止到今年11月19日，全球三退的总人数接近4.55亿，
全球退党中心主席汪志远表示，退出中共网站每天收到的3退声明如雪花般飞来。今年1月到10月期间，在退党中心实名办理退党证明的人数同比增长了32.2%。14日，江西省抚州市的刘天浩在3退声明中表示，曾自愿沦落成为共产党的黑打手，但翻墙看到真相之后后悔莫及。他将9评共产党打印成纸张在学校传播，希望可以减轻罪孽。17日，高敬贤等27位民众共同声明，阅读9评共产党使他们明白中共邪党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神佛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他们郑重声明退出共产邪党的一切组织。法轮功学员石立军多年来担任退党义工，在景点或打电话时劝人退出中共组织。那有信仰的人呢，就知道善恶有报。作为一个人做事情是善恶有报，作为一个党也是一样的。共产党呢，咱们都知道，它不是咱中国的。共产党是49年执政的，它是西来的幽灵。因为咱入党团队的时候要宣誓嘛，宣这个誓就要兑现。他宣誓的时候让咱们说要把命献给他，那对个人真的就是危险的。共产党做的恶就有咱一份啊。所以说，法轮功学员告诉人退党、退团、退队，就是退出这个邪党的组织，以免呢将来清算共产党的时候，咱们会受到牵连。目前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中共的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7日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日宣布11月2日至8日为反共周。白宫公告重申国家承诺，坚决抵抗共产主义，捍卫自由与人的价值，并再次确认任何政府体系都无法取代人民的自由意志与良知。我希望还没有做3退的这些民众啊，你们早日觉醒啊，看透共产党的邪恶。共产党他不希望咱们中国人聪明，他希望你没有头脑，越傻越好，没有自己的这个独立辨别是非的这个能力，他才容易控制你。那我真心的希望你们早日的觉醒，有一个好的未来。3大压力齐降，中国银行业隐性债务风险升高。中国10月份投资年减超过11%，创下自2020年初疫情封锁措施实施以来最差单月表现。而曾被中小型银行视为安全借款方的地方政府，则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及预算外债务的双重打击下，深陷财政捉襟见肘的困境。根据中共金融监理总局日前发布的2025年第3季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理指标数据显示，净息差与不良贷款率高，隐性债务风险日益升高。随着中国经济衰退，规模庞大的地方债危机一触即发，金融机构巨大的隐性债务风险也随之升高。根据中共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2025年第3季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净息差为 1.42%， 银行不良贷款率 1.52%， 较上季末上升 0.03个百分点。大陆第一财经指出，净息差与不良贷款率的动态变化，折射出当前银行业面临收益端收缩、风险端承压的双重挑战。银行它的主要业务利润来源是存款和贷款的息差，这个息差呢，现在已经降到了 1.42， 这也是历史的低点了，已经几乎接近了极限了。但是呢，它的那个坏账率有多少呢？是 1.52， 也就是说它的息差覆盖不了它的坏账率。在这一点上讲呢，这个银行所有的经营呢都处在一个高度风险的状态。只要不暴雷，大家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只要一暴雷，大家谁都跑不掉。地方融资平台过去在地方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也过度举债，是隐形债务的主要载体。中国大型商业银行持有相当数量的这类型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在部分小型银行资产中风险更高。6大国有行啊，他们是中国金融的主导力量，他们的财报有人专门就研究过，发现他们的经营现金流啊，其实都已经走向枯竭。
今年上半年它都是已经是负数，说明这个银行经营的很有风险，因为有很多的数据它都是掩盖的，只是现在做的一切就是尽量的把它掩盖住，把它往后推。学者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业同时面临3股压力，一旦地方财政恶化，可能对银行形成集中的冲击。首先就是贷款收益被压缩，净息差持续下行，使银行盈利能力明显减弱。第二是资产质量边际恶化，也就是不良贷款与坏账拨备逐步上升，尤其是房地产跟小微贷款风险在累积。第三是地方政府与中小银行风险暴露，地方隐性债务巨大，中小银行对地方平台及房地产的贷款敞口偏高。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教授孙国祥指出，中国银行体系正在遭遇收益下降、风险上升的双重挤压，资本补充与风险消化能力都受到考验。地方政府财政恶化，尤其是土地收入崩塌，会使地方融资平台偿债能力下降，进而促使银行收缩信贷，影响实体经济与企业投资。未来，中国可能出现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甚至需要中央进行定向救助、城投改革或中小银行并购整合。若多个环节同步恶化，将会给中国整体经济带来明显下行的压力。中国不良债权的规模、金融腐败的深度、地方政府与大型企业互相绑定的结构，已经超越当权者的承担范围。中共当局呢，他也很清楚，银行业风险这么大，最主要的就是说，过去大量的资金都投在房地产上了，银行给了大量的贷款，这些房地产现在的泡沫一破碎，就使这些以房地产为标的的资金链条就变得非常危险。地方政府隐形债务与中小银行高敞口属于所谓的非显性风险，其规模大且资讯不透明。这两类风险相互叠加，将会使得银行更难吸收坏账，地方财政又更依赖借新还旧，形成负向的循环。孙国祥认为，未来观察中国风险最需要警惕这2个双轨风险点的交互作用。隐性风险提供爆点，显性风险提供引爆的条件，两者共同决定中国金融脆弱性的高度。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中国地下基督教会西安教会10月9号遭到中共大规模抓捕，23名成员被拘留。11月20号传出消息说，目前其中5人取保候审，另外18人则被北海市检察院批准逮捕。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楼盘天瑞万象城烂尾多年，业主维权一直没有结果。11月18号，一些业主再次到州政府门口维权，他们举着牌子高喊“见州长，帮安置，还我血汗钱”等口号，要求政府给出解决办法。但云南当局派出大批警察镇压，多人被抓走。黑龙江省绥化市人民医院拖欠职工工资和社保。11月20号，有员工在医院内拉横幅维权，讨要血汗钱。湖南永州蓝山县鸭婆洞村的一家蜂窝板吊顶加工厂遭遇强拆，工厂老板11月19号在网上发视频说，当地政府没有合法手续，强拆过程中手机被抢走，工厂电源被切断，网络遭屏蔽。为了阻止他维权，政府还派出了城管戒备。中共渗透无孔不入。11月18号，英国情报机构军情5处发出警告，有2名与中共情报机构有关联的人员正在积极招募议员，渗透英国政界。11月18日，英国情报机构军情5处向下议院和上议院议员发出间谍警报，中共间谍正透过假冒猎头公司、空壳企业等方式，在职业招聘网站 LinkedIn 上大规模接触政界、学界及政府相关人士，目标是在英国建立人脉、搜集情报。信函中特别提到2个使用 Amanda Chiu 和 Shirley 沈名字的账号，
这2人分别自称是 BRYR Executive Search 的高阶主管以及 Internship Union 的共同创办人，并透过 LinkedIn 主动联系与英国政府、国会圈、智库及顾问界相关人士，而这2人与中共国家安全部情报机构有关联。这些人的未来也是中共在间谍里面的一种投资，这些人未来也有可能到政府里面变成第一线的领袖，所以呢，中共呢就从这些人开始下手。他长期研究相关的英国的战略科技或者政治外交等等，很多的问题其实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的答案，或者利用一些资源引诱智库或者民间学者，然后做一些对中共有利的报告，或者提供他们一些有益的讯息。英国安全部长丹贾维斯告诉议会，这显示中共正在隐蔽而有计划地干涉英国主权事务，以谋取自身利益，政府绝不容忍这种行为。当然有针对性，因为英国跟美国是同盟，很多美国的政策，譬如说核潜舰的发展，美国的发展跟英国的合作，或者是美国的战略，或者是英国怎么样跟北约国家配合，反制俄罗斯，或者是反制中共，或者未来印太区域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因为美国的关系，现在英国也会成为中共情蒐的主要的对象。为应对中共渗透，英国政府宣布启动反间谍行动，投入 1.7 亿英镑强化公务系统的加密科技，并计划更新选举安全操作，检视政治现金规范。同时，英国已开始撤出敏感地点中的中国制监控设备，以及加强对中共网络犯罪和试图影响英国大学研究的防范。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国越来越警戒，很了解这个以党领政的国家用政治干预一切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所以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提防中国。再将镜头转到台湾，来看一起假交流真共谍的案件。港籍商人、中国长沙市人大委员丁小虎，7年前依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多次假借商务活动或观光名义申请来台，并吸收台湾6名现役退役军官，刺探收集军事、国防等机密资料。台湾高检署18日依违反国安法、搜集军事机密等罪，起诉丁小虎等7人，并求处重刑。大家越来越有警觉中共情蒐的趋势或情蒐的迫切性，也越来能够掌握他们的手段，所以破获了很多共谍案或者是情报收集案。这个对中国来讲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这个连带影响了中国的形象。中国政府所干的事情，连带就是中国人的形象也会影响，连带的就是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据了解，丁小虎在台湾吸收军官，要求他们提供国军联合作战计划、部队调动、武器性能等高度机密资料。他甚至要求这些现役军官，未来如果两岸开战后，要说服同袍消极不抵抗。丁小虎还接受中共贿赂经费约244万人民币，通过地下汇兑管道分发给这些退役现役军官。大陆民众表示，学生时代加入中共组织不是出于个人真实意愿，现在意识到与中共割席的重要性，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来看他们的声明。安徽的王楠说，本人在学生时代因年幼不懂，被要求先后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等组织，当时是基于学校统一安排参与，并非出自本人真实意愿。如今在充分思考之后，我决定遵从自己的良知和价值选择，正式声明退出共产主义相关组织，包括共青团、少先队等一切曾加入过的组织。此决定完全基于个人信念。自疫情起，我逐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个极其邪恶的恐怖组织，在此我要与中国共产党划清界限。以前我认为只要不同流合污，远离他们就可以了，但于朦胧的事让我认为冥冥之中有看不见的契约，不管是纸质还是更高维度的契约，我都要斩断，与他们划清界限。山西的杨陆轩、姚鹏说，早年入过少先队，在这里声明退出少先队，在精神上抛弃中共。生活在中共治下，当个明白人也是很难。寻找真相的路上，明白了中共是这个世界上最坏、最恶的政权。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就要抛弃中共，脱离中共的组织。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期的中国静闻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